日本政府定于今年春夏之交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污水，目前相关海底管道正在建设当中。此事一直受到区域国家的强烈反对。日前，新西兰及多个太平洋岛国专家参加韩国国会主办的一场专业会议，会上多国科学家揭露，东京电力公司对于核污水的检测数据不完整且有错误，不能成为日本政府决定排放的依据。1月26号，韩国国会主办的福岛核污水排放海外专家邀请讨论会在首尔举行，多个相关国家科学家组成的专家组在会议上进行讨论。由新西兰和斐济等岛国组成的太平洋岛屿国家论坛科学家小组抗议日方多项掩耳盗铃的措施，例如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把重点放在64种放射性元素中的铯90、铯137等9种物质上。其余55种元素几乎未进行测定，而是假定它们浓度不变。此外，日方还在测试流程上偷工减料，例如仅测试了30升过滤后的核污水，相比逼近140万立方米的污水总量，这是极不严谨的，根本不足以了解核污水的实际构成和浓度。太平洋岛屿国家论坛科学家小组还列出了多项值得怀疑的日方数据，并指出日本政府决定将核污水稀释后直接向大海排放的方法在科学上是过时的，在生态学上极不恰当。作为结论，太平洋岛屿国家论坛科学家小组敦促日本政府应停止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并提出了利用动植物及菌类的生物学方法消除核污水污染等替代方案。根据测算，一旦日方开始排放，福岛核污水将在57天内扩散至新西兰及南太岛屿国家所在的海域。在日本政府1月13号宣布排放决定后，太平洋岛国论坛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本推迟释放福岛核污水，表示日方不负责任的举动将对这些国家渔民的家园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现在呢，它排放的核废水，表面上呢，日本政府说采取了2个措施，一个是呢，进行过滤，但是呢，就现在关于呢核废料的过滤技术是不可能，把相关核废料的有害物质都过滤掉的，所以这个过滤呢有点瞎扯淡。那日本政府呢说采取的第2个措施是稀释，稀释就更是一种呢欺骗公众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稀释等于呢，你把这些核废水里边呢再加入了新的海水啊或者其他水的成分，你稀释以后呢，整个核废料一点都没有减少，这就是对公众的一种赤裸裸的欺骗了。对于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决定，曾有反核组织向日方喊话，如果真的安全，何不倒入首都东京？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这一事件上明显偏袒日本。总干事格罗西曾表示欢迎日本政府决定，令舆论哗然。本月中旬，该机构曾派人到日本实地评估，但在5天的调查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官员古斯塔沃·卡鲁索表示，报告将在3个月内公布。遭到舆论炮轰的是，古斯塔沃·卡鲁索宣称，国际原子能机构是中立机构，只负责审核排海计划是否符合国际标准，不会干预排海日程。The purpose of this inspection is to assess the readiness and compliance of components and systems prior to the beginning of an operation. Our project is meant for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for many years. We will continue until to be absolutely sure that the process finished. 实际上，福岛核污水主要有3个来源：反应堆原有的冷却剂，事故后为持续冷却堆芯而新注入的水，大量渗入反应堆的地下水及雨水等。换言之，所有的水都因为直接与核反应堆接触而沾染上放射性污染物，对人类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具有难以预料的影响。一旦排海，捕捞渔业等海产品安全将受到质疑。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岸红因而坚决反对，并曾就此事与前首相菅义伟不欢而散。日本多地也多次爆发民众抗议，要求政府撤回这一決定。私たちは大反対です。政府は処理水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少しは処理して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けど、ストロンチウムとかね、取り除けないので、それがやっぱり海外の力が
もっと日本だけのことじゃないのでね、放出はね、これは圧力かけてもらわないとこれ止まんないですよね。放射性物質を海に流すなんて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よね。生態系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ますし、地元の漁民も大変怒ってます。今回のね決定については、ぜひこれはやめさせたいと思ってます。德国之声总结称，在日本核污水倾到海洋一事上，日本政府态度坚决，渔民说不，中韩反对，美国支持。2021年4月15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福岛核污水处理一事提出严正交涉。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政府宣布核污水排入太平洋的决定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方感谢日本政府在处理这一事情上的透明和努力。韩国韩民族日报则刊发社论指出，美国官方在这一尚不明确的问题上为日本背书，是强行将此纳入美国标准，制造日本例外的现象，实际上有损美日双方的形象。